今天，我想用一种非常简单、非常温暖的方式跟你聊一聊圣诞节。因为圣诞节是那种即使你不庆祝，即使你的国家没有雪，即使你不买礼物，甚至家里没有圣诞树，它仍然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日子。圣诞节不仅是宗教或传统，它更像是一种感觉，一种心理的灯光，轻轻地告诉你，慢下来，休息一下，呼吸一下，享受一下，对别人好一点，跟世界连结一下。我觉得，不管我们来自哪里，我们都需要这种感觉。所以今天，我们就像两个朋友，坐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，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饮料，用最简单的中文聊聊圣诞节，聊一些你在生活里能感受到的小故事、小温度。圣诞节在一年快结束的时候，所以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它才显得特别。每当12月来到，你会感觉周围的世界开始慢慢变化。在一些国家，天气变冷了，夜晚变长了，早上变暗了，人们穿上围巾、手套、厚厚的外套。但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，圣诞节是在夏天，人们穿短裤，戴太阳帽，在海边喝着冰饮料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同一个节日，在不同国家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一个人在雪地里走路，一个人在沙滩上走路，但他们都在想圣诞节。走到哪里，你都会看到装饰，商店会挂上灯，星星，红色的丝带，小树，还有当然少不了的圣诞老人。即使你不打算买东西，只是散步，也会觉得气氛不同了。灯光变得柔和，音乐变得温暖，人们似乎也放松了一点，友善了一点，好像更愿意微笑。也许是因为圣诞节会让人想起童年，或想起一些幸福的回忆。也许是因为一年要结束了，大家都有点累，所以那些彩色的灯光会让世界变得柔软一点。圣诞节另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食物。每个家庭、每种文化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圣诞食物。有人会烤小饼干，有人做丰盛的大餐，鸡肉、火鸡、土豆、蔬菜、蛋糕。有些地方吃热食，有些地方吃冷食。有些家庭会一整天都在厨房里准备，有人切菜，有人搅拌，有人试味道。盐再多一点，糖再加一点，感觉就像一场温暖的团队游戏。等食物准备好时，家里会变得香香的、暖暖的，像充满了爱一样。有些人圣诞节会和大家庭一起过，很多人会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，见父母或祖父母。他们提着行李，坐长途飞机或开很久的车，但当他们看到家人张开双臂迎接时，所有的疲惫都不见了。圣诞节很特别，因为它让人重新聚在一起。也许你已经1年没见面了，但当你在圣诞节再见到对方时，会感觉时间根本没有流走。当然，也有人没有大团圆，有些人和朋友过圣诞，有些人则独自一人，但这也很好。圣诞节不是热闹才算好，它是心里暖才算好。你的圣诞节可以很简单，喝杯热巧克力，看一部电影，吃点你喜欢的东西，让自己放松。有些人甚至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小传统，做一道喜欢的菜，打个电话给很久没联系的人，或者写一封信给今年的自己。说到电影，圣诞电影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它们常常简单、温馨，甚至可预测，但人们就是喜欢这种感觉。故事里总是充满善意、家人、爱、雪、希望，还有互相帮助的人。在一年的最后，看一部圣诞电影，喝一杯温热的饮料，会让人感到平静，像世界都放慢了一点。圣诞节的另一个重点是送礼物，有的人买大的礼物，有的人买小的，有的人花很多钱，有的人只花一点点。但圣诞节的魔力从来不在价格上，而在那句话里，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想到了你。即使是一张小卡片，一条简单的讯息，一盒手工饼干，也能让人暖到心里。而当你送礼物时，你自己也会觉得开心。圣诞节好像让人更愿意分享，给予温柔。但我也想说一个现实的部分，圣诞节不是完美的。有些人会觉得孤单，有些人因为没有太多钱而感到压力，有些人会想念不在身边的人，有些人只是被一年累坏了。这些都是正常的。圣诞节不是要求你必须快乐，它只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慢下来，对自己说，我撑过来了，我还在，我在努力。我最喜欢圣诞节的一点，就是人们装饰家的方式。有些人会装饰得很大，有些人只会放一点点装饰，一个小灯，一支蜡烛，一棵小树。但就算是小小的装饰，也能改变房间的气氛，让空气变柔软，让夜晚变温暖。布置装饰的过程也很好玩，有人放音乐，有人喝热饮，有人笑着修理不亮的灯串。那一刻就是圣诞节的感觉。然后就是圣诞购物啦，街上变得很忙，商场人山人海，大家提着大包小包，孩子们兴奋地跳来跳去，商店的圣诞歌播放一遍又一遍。有人喜欢这种热闹，有人完全讨厌，但不管怎样，这就是圣诞节的画面。你甚至会看到一些很可爱的场景，有人试着偷偷藏起买给家人的礼物，有人抱着比自己还大的玩具熊，孩子们在店里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终于，圣诞节当天来了，很多国家的街道会变得安静，店铺关门，人们都待在家里，空气里会有一种柔软的宁静，像整个世界都在深呼吸。早上，家人互相送礼物，孩子兴奋，父母微笑，祖父母讲过去的故事，大家一起吃饭、聊天、休息、笑。有些人去教堂，有些人散步，有些人一整天都穿着睡衣，有些人看电影，有些人玩游戏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圣诞方式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属于你的方式。圣诞节也让人学会感恩。年末时，人们回想过去的一年，好的，难的，出乎意料的，学到的。有些人会写下新一年的目标，有些人只会轻轻说一句，明年希望生活对我温柔一点。圣诞节提醒我们，生活不只是工作、奔跑、努力、赶时间，生活也包含休息、感受、连接、微笑，以及做一个普通的人。最有趣的是，很多人嘴上说他们不在乎圣诞节，但当灯亮起来，音乐放起来，饼干香出来，夜晚变温暖的时候，他们的心还是会变软，心里的小孩会醒来，记得那种简单的快乐，
给予的快乐，被记住的快乐，被爱着的快乐，被温暖包围的快乐。让我讲一个小故事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以前每年的圣诞节都觉得很孤单，因为家里的人都住得很远。他常常看着别人热热闹闹的庆祝，心里觉得空空的。但有一年，他决定改变。他买了一棵很小很小的圣诞树，只放了一颗小小的金色星星。他做了简单的晚餐，放上温柔的音乐。结果他发现那一晚是温暖的、平静的、宁静的。他突然明白，圣诞节不是人多才温暖，而是心被爱着才温暖。之后每一年他都会继续布置那棵小小的树。那颗星星提醒他，他也值得温暖。圣诞节教会我们的东西从来不用说出口，它让我们慢下来，它让我们给予，它让我们分享，它让我们休息，它让我们想想什么才重要，它让我们对自己和别人更温柔，它让我们知道，即使生活有寒冷的时候，天气冷，人心冷，日子冷，世界上依然有光，有温暖，有希望。所以不管你庆祝不庆祝，不管你身边有多少人，不管你的圣诞节热闹还是安静，我希望你今年能感到一丝温暖，希望你允许自己休息，希望你找到一些小小的快乐，一杯温饮，一盏灯光，一句贴心的话，一个友善的笑容，一个安静的瞬间。圣诞节不是大事，它是很多很多小小的，却能触动心的小瞬间。如果你正在学英语，圣诞节也是练习简单词汇的好时机。雪、灯、树、礼物、家人、温暖、庆祝、饼干、蜡烛、歌曲、星星、节日，这些词很简单，却带着情感，也能在生活中用得上。学习语言其实就像圣诞节一样，很多小步骤、小灯光、小小的快乐累积在一起。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度过这段时间，希望这个简单温暖的圣诞聊天能让你多一点舒服，多一点开心，也许多一点微笑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过圣诞，我都希望你的心是暖的。愿你拥有属于你的圣诞节，愿你平安、温柔、被爱。圣诞快乐！